应各位朋友的建议，我们还是把入口这里的这个缺把它填起来，做到入口这里一样平，这样整个院子才会整体好看一些。既然下了决心，那就开干。不过又是超预算了，睡觉一开始没有想到呢，但是修起来之后效果还是很明显，这样进入院子的这个坡坡也会缓很多。而且照我这样搞的话，也不用到外面去拉泥巴回来喂一天了，就这里清理出的泥巴都多了很多，还要自己拉进去丢了，真的是费事费工费钱呐！一切的坑都只有自己经历过了才晓得。真得差不多了，再一看这个不好看，壮观是壮观，但都是钱啊！修这点位置还是没费多少时间，3天就搞上来了。本来平整好的院子，现在又整得到处都是泥巴。这个坡坡也要重新修炼，最后会比原来要缓和很多。多出来的碎石就拿来铺路了。今天有点毛雨，周围都显得雾蒙蒙的。看下最终效果吧，确实要比以前缓和很多，钱是多用了，但是效果还是不错。今天我们开始硬化旁边这个坡坡，经过2次的修整，还是要比原来缓和很多。到目前这个样子已经算可以了。我们把马路下面原有的坡坡做了2个花坛，又可以栽花，又可以复坡。但是这个花坛最终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。因为要上班，不是一直都在现场的，而且这个花坛我们没有设计详尽的尺寸，只有个大概的想法，然后让师傅按经验给我们做的，只能够以后再自己做装饰和微调了。我们用的是商品混凝土，用机器大半天时间就全部搞完了。要是用纯人工的话，时间会更久，还是机器效率高。在磨平之前，还要用震动棒把混凝土打实，这样的话才实贴。这个花坛我觉得做宽了，多占了点地方，不然下面的把子会更宽一些。调整多余的混凝土，最后磨平就很快了。磨平全部搞定之后，看着也没有原来那么陡了。入口大门那里我留了有4米，小车的进出还是没得问题的。后面在做大门的时候，实际再调整一下，看一下最终效果。网友在担心我们这个斜坡要灌水，当然我们得注意。首先在坡底我们有排水沟，在公路边我们也筑这个排水沟，起码公路上面的水是进不到我们家院子的。还有建议我们坎边要做栏杆，那更是必须的噻，那么高。今天就开始建造，在山上雾气是非常常见的，会显得更加的密集。我们院子的栏杆是自己用砖砌的，开始想用铝合金做，但是看到别家院子做的墙，效果还不错，于是我们也就跟着做了。还别说，有了栏杆之后，还感觉到院子变宽了。可能是以前没得边边，只感觉到中间的泥巴的宽度，现在有了边界之后，反倒觉得宽敞了。砌砖还是没得难度，人多就砌得快。铝合金栏杆可能比砌砖的栏杆显得通透，但是各有各的感觉。既然做成了这种效果，那就继续下去。施工进度在不断的刷新，看着院子的不断变化，我也更加的期待了。以后院子中间就得好好的设计和规划。大家有好的建议也记得到评论区进行分享哦。今天我们继续砌围墙和院子的大门。在上个视频，有的网友对这个矮墙有担忧，怕不牢靠，其实多虑了，因为我们还在上面做压顶加丢钢筋，所以没得问题的。大门的话，我们选择比较简单的造型，宽度留了4米，但是不少网友还是觉得小了，那我也只有将就了。院子外面的围墙，我们底座做了5倍的砖，
砖，上面再做了一点的铝合金栏杆，高度就10米。有网友在建议边边做点花坛，这个坡坡这里就是专门留的，栏杆柱子的间隔我们留的是3米左右，后面也预留的有排水沟，所以排水是没得问题的。很快大门和花坛都做好了，效果我还是挺满意的。至此，所有要砌砖的项目暂时就告一个段落。看看正面的效果，在这个花坛中什么花才能更漂亮呢？大家有好的建议，记得评论区告诉我哟。后面就剩下墙面抹灰了。这个压顶做好之后，围栏就会更加的坚固。现在开始就得多想一想院子中间要怎么搞了。大家有好的想法，一定要在评论区分享给我哟，也许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。今天前期的基础工程就全部完工了，看着这几个月一路的变化，感触很多，又跟周围邻居交涉的人群冷暖，有施工过程中遇到的很多问题，再者就是这段时间所踩的坑。之所以叫坑，只有踩了才晓得，人都是在不断的学习成长的，只要是没有遇到的事情，就总有第一次，郁闷没得用，只有想办法解决，过了也就算了，但是以后能避免更多的问题。当然最高兴的事情还是院子主体完工，中途除了天气的影响，其他都还是挺顺利的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暂时也没得其他的事情可做，开了年再着手后面的改建。前面有网友在说想要兔子和询问造价，造价的话这几天还在核算当中，下一个视频应该就可以把造价和兔子一起分享给大家了，请大家稍等。在前面的几个视频当中，有很多的网友在分享着他们的经验和建议，给了我很大的帮助，非常的感谢大家。后面就剩房子的装修和院子的打造，我打算的风格是能藏人家的小院儿，也同样希望各位网友能有更好的建议分享给我。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，我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福年大吉，来年我们一起加油。节约成本，以及能够更加深入地参与院子的打造。于是我们打算后面的工作由
开动后的成果，这个台阶也得重新砌过。虽然效果比不上专业的师傅，但还是可以了。后期刷墙的时候还要再处理过。所有的瓷砖到了，我们打算做极简风格。地面我们全部选用的是800×800的灰色哑光地砖，厨房和厕所选用的是400×800的浅灰色墙砖。之前说过，为了节约成本，我们打算家里人自己动手。今天算是正式开始了，基础装修就是最杂乱的一段时间。前些天我们已经请师傅把水电铺设好了，现在地砖到了，就要开始贴地砖。800的地砖确实很重，一块都有30多斤，老婆只能一次搬运1块。没干过体力活的她，表现还是挺棒的。水泥和地砖都需要我们转运，从1楼搬到2楼，这个干1个小时比健身房1个小时给力多了。大砖贴起来是很快，正面的灰色感觉简洁舒适。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做，要我做的话，怕是要放工了。厕所都已经贴好了一个，来看一下整体的效果。这个是我们打造的简易厨房，用侧面的这个滑门要来安装，前面这个门一直是用砖挡住的。滑门安装之后，既安全又美观。这个滑门我们开始是打算做机载3联动，这样开门的空间就会更大，视觉效果也会更好。但是考虑到安全性和实用性，最后我们还是做了2扇的中型滑门，效果还是可以的。在做这个滑门的时候，有个建议要提醒大家，最好还是把门开始或者地砖安好了之后再来量尺寸，这样尺寸就会更加的精确。我们这个就是提前量的门洞，预留了5公分做的，但最后实地招聘的时候发现门这里比较高，加上贴砖只有3公分左右，所以做的门就要小2公分。虽然可以弥补，但是一次性到位肯定更好。又到了在包谷和红烧的季节，前面外婆已经把包谷秧预好了，今天他们又把溜的红烧种拿来摘起预红烧秧，这样每年才有自己种的红烧吃。最期待冬天的烤红烧。2楼的栏杆今天也安装好了，这样站在阳台就更有安全感。栏杆我们做的是铝合金带玻璃的，有1.1米高，这个高度我就觉得合适了。玻璃今天还没有到，等后面到了再安装。这段时间更多做的是隐蔽工程，所以看起来没有太多的变化，实际上挺费劲的。又一个充实的一天，又是干体力活的一天。由于前面做我的4份搬多了，现在就是又一条一条的搬到其他需要的地方去。别看这个桶感觉不大，但是4份很重，我已经预感今天我的腰要废了。情人走3遭，男人炸断腰。为了长期奋战，每次还是适当的少掏点。这个灰尘也是麻烦，老婆就负责跟我装桶，我就负责搬运。这个搬运费是真的不好挣啊！整完后又突然发现小卧室的空调早就忘了留，只有自己动手打了。这个是打现钞的钱也不好挣。后面的施工我们就没有弄图纸，不能照图施工和检查，容易搞丢地方。还是劝大家把图纸制作进入整体的正隙，把中间的那堆泥土推平，补充到其他低的地方。等整个院子都相对平整之后，就要开始准备院子的打造了。又是个费体力的活，这个活还得人多干得快，但是我们还是干了2天才完全推平。把土推到低洼的地方之后，外婆就负责平整。平整之后看着就舒服多了，然后我们就把硬化和绿化的地方大致画出来，一步一步的打造。我们打算先做硬化的部分，这样才方便后面的进出和施工。首先是一条进入院子的小道，然后再是正面的大土地，再是通往后院的小径。现目前左边的位置我们打算做娃儿玩耍的地方，正前方那位置我们打算做亭子。从餐厅这边出来也有一片大的平地，并可以通往下面的菜地。县外的地方暂时就是计划的是绿地，到时候要种的东西还很多啊。
换个角度就清楚院子大致的规划了。院子的打造还是比较麻烦，要考虑的比较多，后面再慢慢来吧，有好的几十米。然后就是顺着这个坎坎接上来。我们超出了80米，多找了4000块。施工到现在，我感觉只要是一项事情，基本都是万把块，钱真的是不经用。所以能自己动手的就自己搞。天际的管子必须埋到地里，所以沟沟就我们自己挖，后面再埋起来。还好只是春季哦，在这个林里头还没得蚊子，在这里面根本待不住，想想都可怕。前前后后我们花了15天的时间才搞好，当然不是一直都在搞，把管子按照预埋的路线拉好，沟沟深浅才不调整，然后直接埋起来。有些转角和裸露的地方，我们就用水泥进行覆盖，这样就万无一失了。终于安装好了，就差安装灶台和灶具，就可以用火进行炒菜，以后做饭就更方便了。今天我们砌个蓄水池，用来积攒院子所有的雨水，这样以后就可以用这个水来进行菜地的浇灌。这个位置也是刚刚好，开始做包看的时候，在这个电影庄这个位置正好留有一个空间，刚好可以做一个不小的蓄水池。这个池子主要还是外国砌的，我们就负责打下手。最后我们在水池上面浇出了一块板，既可以保证安全，又可以阻止水的蒸发。我们在水池的下方钻了2个孔，一个是用来清污排水，另一个用来平常的储水使用。这个表面我们最后再抹灰，这样就好看了，而且它更加的防水。砌好之后就遇到下大雨，这个雨下了1天1夜，水池都已经灌满了。院子的打造从排水沟开始，由于上周太阳有点大，泥巴上这个沟断断续续的都挖了2天。我们打算在这个沟的2侧先用砖砌起来，这样沟的样子基本就出来了。然后把110的管子对半锯开，直接铺在底下当做排水道，然后再盖上水皮子，顶上再铺设鹅卵石，这样排水沟就完成了。可能有人会问，为什么会选择用管子来做呢？一是这个管子铺设简单方便，二是这个很好调整坡度，这个是很关键的。3是这个管子很光滑，易于排水。全家一起动手，很快前面的排水沟就完成了。虽然不是很专业，但是我觉得已经到时候就好看了。其他地段也是一样的做法，不过为了调整角度，越是到后面，水沟会相对更深一些。最后排水都会汇集到我们已经修好的蓄水池那里，到时候用来浇地或浇花，这样就可以把雨水进行充分的利用。前面部分也完成了，至此所有的排水沟都砌完了，尽可能把多余的雨水直接排走，不积累到原今天开始硬化路面。我们已经找好高度，平整好地面，接着开始施工。我们使用的600×300的砖进行通坡，这几天都是大晴天，坡路面正合适。大门正面一块通坡的效果是非常好的，开始想的是硬化面积小一点，草坪多一点，现在看来调整后的效果更好。前面铺好了，有了参照之后，其他地方需要调整的就修一修。后院的这块地也很快铺设完了，整体效果非常的满意，2块大的地方都完成了，剩下的就是中间衔接的段。看看铺设完的效果。
剩下的面积就是做绿化和景观了。大树底下好乘凉，夏天这个位置是最阴凉的地方。门口部分最后我们还是决定用这个砖来铺设，这样效果就更浓一些。接下来就要好好考虑绿化的问题，这个是一点经验都没得。雨量大，楼顶都积了不少的水。本来正准备要处理这个位置的，大雨就来了，上面已经刷了沥青儿，就等后续施工了。雨总算小了，可以继续施工。在处理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我们调整了好几次，因为下水管不是预买的，为了装盛水碗，所以必须把管子抬高。整个主体也随之要升高，导致了我们墙上安装好的水电都要调整，真的是牵一发动全身了。可能有朋友要问，为什么要抬高台面呢？因为我们这里要放洗衣机，为了能放得进去，尺寸是固定的，所以必须调整。解决办法就是这一块整体地面抬高，在洗衣机的位置还要再抬高一部分。最后的效果就是这样，本来所有的操作台面都是一样平的，调整之后就只能这样了。屋后是一片林子，在这里洗衣服还能看看风景，感觉不错。想到以后要种很多东西，现在就赶紧把想种的多培育一点。院子和屋顶花园想打造得漂亮，一点儿都不容易，毕竟不是学放了这么久，屋顶的栏杆终于开工了。我们做的是铝合金的，直接焊接，每节约3米，中间再额外增加一根10公分乘10公分的大座，而且底座是打孔嵌入式，嵌入有10公分，这样做会比打螺丝更加的牢固。孔洞打好之后，安装就快捷很多，一节一节的嵌入孔洞，再用配件连接起来，然后每节适当的微调，这样安装就基本成型了。最后把每个嵌入的孔洞用水泥填满，等干了就再也撼动不了了。今天的天气特别好，蓝天白云，尽收眼底，而且站在楼顶，感觉离云都要近一些。我们这个栏杆有80公分，矮墙有30公分，总共就有1.1米。安装好之后，就显得安全感十足，以后再也不怕蚊子在楼顶玩耍。楼顶的视野还是可以嘛。花园的打造，大家有好的建议，也请及时分享给我哟。看看现在原生不前的样子，前面陆陆续续移栽了一些植物，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复苏，天气也逐渐热了，现在已经不适合再移栽植物，所以绿植的话就是有点空了。最后请欣赏一下我的喜才种了1个月的龙沙宝石盛开了，别人用这首音乐都是配花海的，我这里暂时就只开了10几了，还有一些花苞会逐渐的开放。我也期待这几个龙沙宝石能够成为8强的样子，但是还得有时间的打造。我是暂时栽种在这里，等院子大致规划好了再移栽过去。外婆种的4季豆也开始爬藤了，应该很快就能吃到自己种的柿子。地里面还种了苞谷啊、洋芋苗、丝瓜等当季蔬菜。门口的花坛我们也栽了一些3果梅、桂花树、茶花。